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关于跨海情缘的故事，一个北京金融才女和台湾暗恋者10年后的重逢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缘分这种东西真的是妙不可言，该来的躲也躲不掉啊。话说这位女主角叫林梦琪，今年32岁，人如其名，长得就像梦里的仙女一样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精致，一头乌黑亮丽的直发披肩，身材高挑，气质优雅。梦琪是北京一家知名投资银行的高管，年薪100万不是问题。每天她都是踩着细高跟，穿着利落的职业套装，带着她的团队跑项目、谈合作。在业内，她可是出了名的铁面财神，专业能力极强，谈判时寸步不让，但做人做事又特别靠谱。生活中的梦琪则是典型的精致都市丽人，喜欢艺术，爱看话剧，周末约闺蜜吃个精致的下午茶是必不可少的活动。她的朋友圈里常常是高级餐厅的米其林料理，要么就是各种高雅艺术展的门票。可是别看梦琪表面光鲜亮丽，事业有成，内心却有一块柔软的地方，始终空落落的。30出头的年纪，身边的闺蜜陆陆续续都已经结婚生子了，只有她还是单身一人。其实追求梦琪的人不少，公司里的精英，圈子里的富二代，甚至还有几个海归博士，都对她展开过猛烈的追求。但梦琪总觉得缺了点什么，提不起那份心动的感觉。梦琪妈妈常在电话里唠叨，我的宝贝女儿啊，你这事业是成功了，但人生不只有工作啊，找个人陪伴才是正经事。每次梦琪都笑着回应，放心吧妈，女儿只是还没遇到对的人。哎呦喂，你这丫头眼光太高了，你爸都开始念叨抱孙子的事了。妈，您和爸先保重身体，孙子的事情顺其自然啦。就这样，梦琪一边应付父母的催婚，一边忙碌着工作，日子过得充实而忙碌。这一天，梦琪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，前往台北为公司洽谈一个跨海投资合作项目。这个项目关系到公司在台湾市场的战略布局，意义重大。梦琪带着2名助手飞抵台北松山机场时，已是傍晚时分。哇，好热啊！刚下飞机，梦琪就感受到了台北7月的闷热。明明北京也正值盛夏，可台北这种湿热的感觉还是让她有些不适应。孟总，酒店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上午9点半在台北信义区的会议室见对方团队。小助理林小山递过来行程表。好的，谢谢。对了，晚上7点有没有什么安排？梦琪问道。没有特别安排，您想去哪里？我可以帮您预定。不用了，我想自己出去走走，熟悉一下环境。梦琪笑着说，你们先回酒店休息吧。坐在前往酒店的车上，梦琪望着窗外繁华的台北街景，恍然有种熟悉的感觉。是的，她并不是第一次来台北。12年前，梦琪曾作为北京大学的交换生，在台湾大学度过了1个学期。那段日子是她人生中最无忧无虑也最美好的时光之一。记忆中的台北，街道干净整洁，人们友善热情，到处是美食小店和文艺书店。当年她还结交了不少台湾朋友，只是后来联系渐渐少了，如今大多都断了联系。酒店安顿好后，梦琪换上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，决定出门散散步，顺便觅食。台北街头的美食是她念念不忘的回忆之一。这天气好像要下雨了。梦琪望着阴沉的天空，犹豫着要不要带伞。最终，她还是决定只带个小包出门，反正不会走太远。走出酒店，梦琪沿着信义路慢慢行走，两旁高楼林立，霓虹闪烁。12年过去了，这座城市变化很大，更加现代化，但那种熟悉的温暖氛围依然存在。这家永康牛肉面还在。梦琪惊喜地发现，她学生时代最爱的一家牛肉面店竟然还在原地。走进店里，扑面而来的香气让她瞬间回到了学生时代。点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和几样小菜，梦琪满足地叹了口气。这味道一点都没变。吃着熟悉的面条，梦琪心里泛起一丝怀念。就在这时，窗外突然电闪雷鸣，一场暴雨毫无预兆地倾盆而下。完蛋了，没带伞。梦琪看着窗外的大雨，苦笑着摇摇头。吃完面，雨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，反而下得更大了。
孟琪站在店门口踌躇不前。小姐，要不要先坐下来再喝点什么？等雨小一点再走。老板热情地招呼道：谢谢，不用了。我酒店就在附近，冲一下应该没问题。孟琪礼貌地婉拒。深吸一口气，孟琪冲进雨中，没跑几步，她就已经湿透了。台北的雨真是又大又急，几乎是眨眼间，她的裙子就贴在了身上，头发也湿漉漉地垂下来。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孟琪加快脚步，却不小心踩到了一滩积水，高跟鞋一滑，整个人向前扑去，眼看就要摔倒在地，一只有力的手臂突然搂住了她的腰，稳稳地扶住了她。小心！一个低沉的男声在耳边响起。孟琪抬头一看，是一个撑着伞的男子。在昏暗的路灯下，他只能隐约看到对方轮廓分明的脸庞，身材高大，穿着一件深色风衣。谢谢你。孟琪快速站稳，有些尴尬的道谢。不客气。男子顿了顿，似乎在打量他，然后问道：你要去哪里？我送你吧，这雨太大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孟琪是绝对不会接受陌生人的好意的，但此刻他全身湿透，狼狈不堪，而酒店还有一段距离。我要去信义区的金华酒店，就在前面不远。孟琪犹豫片刻后说道：那正好顺路，我送你过去吧。男子说着，将伞向他这边倾斜了一些。孟琪感激地点点头，两人并肩走在雨中。为了避免尴尬，孟琪开口聊了几句。您是台湾人吧？是啊，土生土长的台北人。男子笑着回答，声音很好听，带着一点磁性。你是大陆来的？从北京来的，出差。北京啊？男子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语气有些微妙，但没有多说。两人就这样走着，雨声填补了沉默的空白。不知为何，孟琪并不觉得尴尬，反而有种莫名的安心感。走到酒店门口，孟琪转身道谢：真的非常感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今天肯定要摔个狗啃泥了。不客气，这是应该的。男子笑了笑，在灯光下，孟琪终于看清了他的脸。那是一张成熟而英俊的脸，眉宇间透着坚毅和温和。他大约35、6岁的样子，眼角已有细微的笑纹，增添了几分成熟的魅力。我叫林孟琪，不知道怎么称呼你。孟琪伸出手想表达谢意。男子愣了一下，似乎有些惊讶，然后才伸手轻轻握了握。李承恩。这个名字一出口，孟琪顿时僵在原地，脑中闪过一张年轻的面孔，那个在台大校园里总是默默无闻却又处处关心他的台湾同学。你是那个李承恩？台大经济系的。孟琪惊讶地问道。男子李承恩的眼睛亮了起来，我就知道你应该还记得我。林孟琪，北大交换生，当年经济系的系花，12年了，你几乎没怎么变。孟琪顿时红了脸，没想到时隔多年竟以这样的方式重逢，真是太巧了。你还好吗？孟琪有些语无伦次，挺好的。李承恩微笑道，看来我们有很多可以聊的，不如明天有空一起吃个饭？明天我有工作会议，孟琪有些遗憾地说，不过晚上应该空闲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明晚6点我来接你。好啊，孟琪点点头，内心莫名的雀跃。就这样，两人约定第2天晚上见面，然后在雨中道别，回到酒店房间。孟琪洗完澡躺在床上，翻出手机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搜索起李承恩这个名字，结果让他大吃一惊。天啊，他现在这么厉害了！孟琪看着手机屏幕不禁感叹，原来当年那个腼腆的台大学生，如今已经是台湾知名的科技企业家，创立了一家在亚洲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的软件公司，身价数亿。孟琪回忆起12年前的校园时光，那时的李承恩是个内向的学霸，总是安静地坐在教室角落，很少主动说话。但每次他遇到困难，他都会适时出现，给予帮助，却从不邀功。有一次，孟琪熬夜准备期末报告，电脑突然死机，所有资料都没了。正当他绝望得快要哭出来时，李承恩知道后二话不说，熬了整整一夜，帮他把数据全部恢复了。还有一次，孟琪在校园里扭伤了脚，是李承恩二话不说背他去了医务室，然后默默离开，连句多余的话都没说。当时的孟琪只把他当成好朋友，从未往 romantic 的方向想过。
毕竟在他眼里，李承恩太过内向，虽然人很好，但缺乏那种让他心动的感觉。没想到12年过去，他变化这么大。孟琪自言自语道。第二天的会议非常顺利。作为谈判专家，孟琪表现得专业而强势，成功为公司争取到了优厚的合作条件。孟总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，对方原本都不想松口的几个条款，硬是被您谈下来了。会议结束后，小助理林小山崇拜地说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孟琪微笑道，好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了，你们可以自由活动。明天我们再讨论后续细节。回到酒店，孟琪开始为晚上的约会做准备。是的，约会，尽管只是老同学聚会，但孟琪内心还是把它当作一次约会来对待。她换上一条香槟色的真丝连衣裙，简单却优雅。稍微补了一下妆，喷上淡淡的香水，孟琪对着镜子转了一圈，满意的点点头。希望不会太正式，孟琪有些忐忑，毕竟12年未见，她不确定李承恩现在的喜好。6点整，酒店前台来电话说有客人在大堂等她。当孟琪走出电梯，看到大堂里站着的李承恩时，她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了。李承恩穿着深蓝色西装，没打领带，显得随意中带着正式。他的气质与昨天在雨中相比更加沉稳内敛，举手投足间透着成熟男人的魅力。你来了，李承恩微笑着迎上前，你今天很美，谢谢，你也很帅。孟琪笑着回应，心中感叹，当年那个腼腆的学生，如今竟能如此自然地赞美女性。我订了一家餐厅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李承恩礼貌地伸出手，示意他先走。李承恩的车是一辆低调的黑色奔驰，内饰简约而豪华。看来你这些年过得不错。孟琪坐进车里，打趣道，还可以吧，创业这些年也算有些小成就。李承恩谦虚地说，不过比起你，我可能差远了。听说你现在是北京顶级投行的高管。你调查我啦？孟琪故作惊讶。是啊，我可是把你的资料翻了个底朝天。李承恩开玩笑地说，然后正色道，其实是昨晚回去后忍不住上网搜了一下。没想到你现在这么厉害，我很为你骄傲。最后4个字让孟琪心头一暖。为你骄傲，这话从一个老同学口中说出来，带着几分亲昵，又透着真诚的赞赏。两人来到一家位于台北101附近的高级餐厅。餐厅位于高层，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夜景，装修典雅，灯光柔和。这里的菜融合了中西方元素，希望合你口味。李承恩为孟琪拉开椅子。你还记得我喜欢尝试创新菜？孟琪惊讶地问。当然记得。你不仅喜欢创新菜，还特别喜欢甜点，尤其是巧克力口味的。李承恩笑着说，我记得你说过，如果有一天你很有钱了，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甜品店。天哪，你竟然连这个都记得。孟琪捂住嘴，那都是12年前的事了。关于你的事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李承恩轻声说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孟琪读不懂的情绪。两人点了几道招牌菜和一瓶红酒，边吃边聊，气氛渐渐熟络起来。说起来，你现在结婚了吗？孟琪小心翼翼地问道。这个问题从见面开始就一直在他心头盘旋。没有，李承恩摇摇头，差点结婚，但后来没成。哦，为什么？孟琪好奇地问，立刻意识到自己可能过于冒昧。啊，抱歉，如果不方便的话，不用回答。没关系。李承恩微微一笑，说来话长。简单来说，就是3年前我和女友订婚后，发现彼此的价值观差异太大。她更看重社交生活和物质享受，而我更注重事业和精神追求。最终我们和平分手了。孟琪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理解。确实，价值观不合，长久下去也是痛苦。你呢？这么优秀，应该早就成家了吧？李承恩反问道。我啊，还单着呢。孟琪笑着耸耸肩，工作太忙，加上眼光可能太高，一直没遇到对的人。眼光高是好事，李承恩认真地说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，宁缺毋滥。是啊，我爸妈总催我，但我觉得感情这事强求不来。孟琪抿了一口红酒，其实我也想找个懂我、尊重我的人，共度余生。但现实中，很多男人表面说尊重女性独立，实际上却很难真正接受一个事业心强、收入高的女性。我很理解你的困境。
李承恩点点头，不过真正自信的男人不会因为伴侣的优秀而感到威胁，相反，他会为伴侣的成就感到骄傲。你这种想法在台湾男性中普遍吗？孟琪好奇地问，也不能说普遍，但我觉得社会在进步，思想也在改变。李承恩思考了一下，台湾的性别平等意识近年来确实有所提高。当然，每个人成长环境不同，思想也会有差异。确实如此。孟琪赞同地点头。两人又聊了许多，从各自的工作经历到家庭生活，再到对未来的规划。李承恩还分享了他创业的艰辛历程，以及公司如何从一个小工作室发展成如今亚洲市场的佼佼者。其实我创业的初衷很简单，李承恩说，就是希望能做出一款真正解决用户痛点的软件，让科技服务人类，而不是控制人类。这个理念很棒。孟琪由衷的赞叹，现在很多科技公司只顾着圈钱，忽视了产品的本质价值。是啊，所以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就是39，以人为本39。李承恩自豪地说。不知不觉间，两人已经聊了近3个小时，餐厅的客人渐渐稀少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孟琪看了看表，都快10点了。要不要去散散步，消消食？李承恩提议。好啊，孟琪欣然答应。两人来到附近的一个小公园，夜风习习，天空中繁星点点。你记得吗？当年在台大，有一次凌晨我们去看流星雨。李承恩突然说，当然记得。孟琪眼睛一亮，那次是我们宿舍几个女生约了你们几个男生一起去的。我们躺在草坪上，整整看了3个小时。是啊，那晚的星空真美。李承恩轻声说，然后转过头直视孟琪的眼睛。其实那晚我有个心愿没告诉你。什么心愿？孟琪好奇地问。我许愿，希望有一天能和你再次相遇。李承恩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当年我一直喜欢你。这突如其来的告白让孟琪愣在原地，一时不知如何回应。你当年喜欢我？是的，从你第一天出现在经济学课堂上，我就注意到你了。李承恩坦诚地说，你知道的，我那时很内向，不善表达。看到那么多追求者围着你，我不敢轻易表白，所以我只能默默关心你，希望能成为你的好朋友。孟琪回想起那些日子，李承恩总是在他需要帮助时出现，却从不求回报。那些他以为只是友善的举动，原来背后藏着这样的心意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孟琪感到有些愧疚，那时的我太年轻，可能也太自以为是了，竟然没有察觉到你的心意。没关系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李承恩微笑着说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次重逢对我来说意义非凡，就像是命运给了我一个弥补遗憾的机会。孟琪深深地看着李承恩，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。眼前这个成熟稳重的男人，与记忆中那个腼腆的大学生重叠在一起，让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。李承恩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孟琪真诚地说，这次重逢对我来说也很特别。两人相视一笑，默契的没有再深入这个话题。回酒店的路上，气氛变得有些微妙，既有重逢的喜悦，又有淡淡的伤感和一丝期待。明天你有什么安排？李承恩问道。明天下午还有一个小会议，之后就自由了，后天一早的飞机回北京。孟琪回答，那明晚有时间吗？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。李承恩神秘地笑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孟琪点点头，好，我很期待。回到酒店，两人在大堂道别，晚安，孟琪。李承恩轻声说，晚安，承恩。孟琪回应道，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叫他的名字，没有姓氏。回到房间，孟琪躺在床上，脑海中不断回放今晚的一切。李承恩的告白让他心绪难平，当年的我怎么会没发现他的心意呢？孟琪自问，然后苦笑，也许那时的我太过年轻，看不清什么是真正重要的。他拿出手机，又搜索了一下李承恩的近况，各种商业新闻和访谈接连跳出，其中一条新闻标题格外引人注目，科技新贵李承恩，财富背后的公益之心。点开新闻，孟琪了解到，李承恩这些年来一直默默资助台湾偏远地区的教育事业，已经帮助上千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。
他还成立了一个科技创新基金，支持年轻人的创业梦想。他不仅事业有成，还有一颗善良的心。孟琪不由得感叹。翻看着李承恩的照片，从校园时期的青涩模样，到如今的成熟稳重，孟琪的心中泛起阵阵涟漪。12年前错过的缘分，是否还有再续的可能？带着这个疑问，孟琪进入了梦乡。梦里，他回到了台大校园，看到年轻的李承恩站在樱花树下，望着他微笑。第二天，孟琪整日都心不在焉。下午的会议上，他几次走神，连助理小山都忍不住小声提醒：“孟总，您没事吧？”“没事，有点累。”孟琪勉强打起精神，强迫自己专注于工作。会议结束后，孟琪回到酒店准备晚上的约会。不知为何，他比昨天更加紧张，翻遍行李箱也找不到满意的衣服。真是的，怎么变得像个小姑娘一样？孟琪自嘲道，最终选择了一条简约的黑色长裙，既不会太正式，也不会太随意。晚上6点半，李承恩准时出现在酒店大堂。今天的他穿着休闲一些，深色牛仔裤配上白色衬衫，显得英俊挺拔。准备好了吗？李承恩微笑着问道。我很期待你说的那个地方。孟琪点点头。李承恩开车带着孟琪穿过繁华的台北街头，驶向郊区。我们要去哪儿？孟琪好奇地问。台大。李承恩简短地回答，眼中闪烁着怀念的光芒。台大。孟琪惊讶地重复了一遍，一瞬间，青春的记忆涌上心头。车子缓缓驶入台湾大学校园。夜幕降临，校园里的路灯次第亮起，为这座古老的学府增添了几分宁静与温馨。好多年没来了，感觉一切又熟悉又陌生，孟琪感叹道。学校变化不大，还是老样子。李承恩停好车，带着孟琪沿着校园小路漫步。他们经过了图书馆，经过了孟琪曾经上课的教学楼，经过了热闹的学生食堂。每一处景色都唤起两人的回忆，他们不时停下来，相视而笑，分享着记得那时候的故事。看，还记得这棵樱花树吗？李承恩指着一棵高大的樱花树。虽然现在不是花期，但树依然苍翠挺拔，当然记得。孟琪眼睛一亮，这是校园里最大的那棵樱花树，每年花开时，大家都会来这里拍照。是啊，李承恩轻声说，然后转向孟琪，表情变得认真起来。其实，当年我曾在这棵树下写过一封情书，想送给你。孟琪惊讶地看着他，真的吗？那为什么我从来没收到过？因为我没勇气。李承恩苦笑着摇摇头。那封信我反复修改了无数次，最终还是放进了抽屉，一直没能交给你。后来你结束交换回北京，我就更没机会了。孟琪听着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想起那时的自己，年轻气盛，眼高于顶，身边不乏追求者，却从未真正去了解这个内向腼腆却处处为他着想的男孩。那封信还在吗？孟琪轻声问道。你真想知道？李承恩眼中闪过一丝狡黠。孟琪点点头。李承恩从口袋中掏出一个有些旧的信封，轻轻递给孟琪。昨晚回家后，我翻箱倒柜找出来的。12年了，纸都有些泛黄了。孟琪小心翼翼地接过信封，手指微微颤抖。他缓缓打开信封，取出里面的信纸，在路灯下读了起来。信中，年轻的李承恩以质朴无华的文字，表达了对孟琪最真挚的喜欢。他写道：喜欢他的聪明才智，喜欢他勇敢独立的性格，喜欢他对未来的雄心壮志，也喜欢他在困难面前永不服输的精神。最后一段写道：也许我永远没机会把这封信交给你，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的心意，但我想告诉你，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意外。无论未来如何，我都会记得那个在台大校园里如阳光般明媚的你。读完信，孟琪的眼眶湿润了。12年前，他错过了这份纯真的感情。12年后的今天，命运却又将他们奇妙地联系在一起。谢谢你保存了这么久。孟琪将信小心地折好，放回信封。其实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。李承恩认真地看着孟琪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谈过几段恋爱，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但每当关键时刻，我心里总会想起你，
想起那个我从未勇敢追求过的女孩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遗憾吧。承恩，孟琪轻声唤道，心中的情感已经难以言表。我不是要给你压力。李承恩连忙解释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我心里有一个特别的位置，哪怕只是作为一段美好的回忆。两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夜风轻拂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。其实我明天就要回北京了，孟琪突然说道。我知道。李承恩点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不舍。所以今晚我才带你来这里，重温这段回忆。孟琪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问道，你有想过，我们之间是否还有可能？李承恩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料到孟琪会这么直接，但很快，他的眼中便流露出坚定的光芒。如果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我愿意为我们的未来努力。可是我在北京，你在台北，孟琪犹豫道。距离不是问题。李承恩坚定地说，我的公司已经步入正轨，最近正打算拓展大陆市场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我很快就会在北京设立分公司。真的吗？孟琪惊喜地问。真的。李承恩认真地点点头。其实这次你们公司的合作项目，我是临时决定亲自出席的。原本应该是我的副总去谈的，所以那天晚上的暴雨中相遇，那完全是意外，我发誓。李承恩举起手，一脸真诚。我从没想过会在那种情况下重逢，但当我扶住你的那一刻，看到你的脸，我就知道这是命运给我的第二次机会。孟琪笑了，心中的顾虑渐渐消散。是啊，如果两个人都愿意努力，距离算什么呢？那我们可以试试。孟琪轻声说，不过要慢慢来，好吗？当然。李承恩开心地点点头。我已经等了12年，再多等一些时间又有何妨？他小心翼翼地牵起孟琪的手，两人的手指在月光下轻轻交织。孟琪，谢谢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。李承恩真诚地说，我会珍惜的。我也要谢谢你，让我重新认识了你。孟琪微笑着回应。两人在校园里漫步，重温着青春的记忆，也畅想着未来的可能。那晚，台北的夜空格外明亮，星星闪烁，见证着这对有情人12年后的重逢。